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大实话，我是张宏志。在安养机构长照中心这个领域，我整整工作了30年，从基层的护理人员一路做到安养院的院长。现在虽然退休了，但这30年来，我送走了无数的长辈，看尽了人生百态。今天坐在镜头前，我的心情其实有些沉重，因为在我们东亚的文化圈里，无论是我们台湾还是邻近的韩国，长辈们往往背负着沉重的面子问题与传统家庭观念。我们总觉得老了也要有尊严，要有权威，甚至要在各方面都不输给年轻人。这种不服老的精神在年轻时是打拼的动力，但到了70岁以后，往往就成了致命的毒药。很多人以为晚年最可怕的是病痛缠身，是躺在病床上的无助，或者是每个月高昂的医疗与照护费用。但根据我这几十年的亲身观察，以及我最近听到的一个真实案例，我才真正明白，晚年最伤人的根本不是病痛，而是一种更隐秘、更致命的心态，那就是不服老，是拼了命的假装自己还年轻。今天这个案例，每一个字都重如千钧。这是一个关于4个好兄弟的故事，他们曾约定要一起年轻到100岁，结果却成了一个用生命写成的血淋淋的教训。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亲友也正站在70岁的门槛上，请您一定要把今天这期节目看完，因为他们用生命为代价，给所有中老年朋友指出了4条通往深渊的绝路。这4件事就像4个无形的魔鬼，一旦被缠上，就是把自己的生命提前打包打折，直接贴现给了死神。这件事是由一位71岁的陈振和老先生亲口向我讲述的。陈先生是一位退休的公务员，性格中庸稳重。就在去年的清明时节，台北下着绵绵细雨，雨势不大，但很密。陈先生撑着一把黑色的雨伞，独自站在北部山区一座墓园里，他的面前并排立着3座墓碑，左边的是周志豪，中间的是李国富，右边的是吴明远。这3个人是陈先生认识超过50年的换铁兄弟。陈先生告诉我，就在短短的1年前，他们4个老家伙还聚在台北市的一家知名餐厅里，包了一个大厢房，举杯庆祝吴明远的70大寿。当时他们高喊着要组一个常青会，要活出第2个35岁。谁能想到，仅仅1年后的今天，他们3个竟然整整齐齐地躺在了冰冷的墓碑之下。陈先生从袋子里拿出4只小小的玻璃杯，还有一瓶顶级的高粱酒，他在他们每个人的墓碑前都斟了满满一杯。雨水打在酒杯里，溅起一圈圈涟漪，仿佛那些老友在回应他。陈先生拿起最后一杯，他没有喝，而是将酒缓缓地洒在面前的泥土里。他告诉我，这第4杯酒，他是敬他自己，敬他那个差点也跟着兄弟们一起埋葬掉的荒谬可笑的青春梦。这一切的悲剧都要从吴明远那个70岁的生日宴会说起。那天晚上，他们4个老朋友加上各自的老伴，气氛非常热闹。这4个人的背景与脾气各不相同。周志豪是退役的体育老师，一辈子就像个上满发条的铁人，总觉得自己体能天下无敌。李国富是做传统产业起家的大老板，脑筋动得快，总觉得自己是民间的投资之神。吴明远则是中学的教务主任退休，带着点文人的清高与固执，习惯对所有事情发表长篇大论的见解。而陈先生就是个普通的基层公务员，酒过3巡，大家的话匣子打开了，难免就聊到了身体的毛病。陈先生随口说了一句，最近去爬阳明山，膝盖觉得有点卡卡的，不太舒服。李国富听了也叹口气，抱怨自己记忆力大不如前，出门拿个钥匙，转头就忘记放在哪里。本来欢乐的气氛，因为这些关于衰老的话题，一下子就沉寂了下来。这时候，身为寿星的吴明远突然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他那天高粱喝得多了一点，满脸通红地指着大家说，你们看看你们这点出息，才70岁而已。一个个就愁眉苦脸，准备等死了吗？吴明远大声宣布，人这辈子70岁才是黄金时代的开始。儿女都大了，不需要操心了，也不用再看老板的脸色了。
大家现在有钱又有闲，凭什么不能活得比那些年轻小伙子还要精彩？吴明远的这番话就像一根火柴，瞬间点燃了这群老家伙心里那股不甘服老的火药。在场的每个人心里都在想，辛苦打拼了一辈子，难道晚年就只能在病痛、吃药和无聊的看电视中度过吗？吴明远越说越激动，当场提议4个人立刻成立一个兄弟会，名字就叫长青会。他们定下的口号是拒绝衰老，活出精彩。他们约定从那天起要互相监督，挑战自我，要把以前上班时不敢做、没时间做的事情全部做一遍，要让社会大众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男人。周志豪第一个跳起来响应，他本来就是个热爱运动的好动分子。李国富也跟着猛拍桌子，大喊着脑子越用越灵活，钱也要越滚越多。陈先生看着他们3个激动万分的样子，心里那点对衰老的恐惧与不甘心也被彻底勾了起来。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跟着举杯立誓。当天晚上，他们甚至在智慧型手机上建了一个专属的 LINE 群组，每天在里面互相打气，分享如何保持年轻心态的文章与影片。可是当时的他们谁都没有意识到，这个本来充满正能量与希望的开始，竟然成了他们4个人走向不同悲剧的死亡起点。而第一位用生命去实践这个荒谬誓言的，正是他们4个人当中体能最好、看起来最健康的周志豪。这也是我要告诉各位的第一件绝对不能做的事，那就是跟自己的身体较劲。那绝对不是勇猛，而是在玩命。周志豪是长青会里自封的健康委员，他一辈子都在体育界打滚，对自己的身体素质有一种近乎迷信的过度自信。他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年龄不过就是身份证上的一个数字罢了，他身体的器官与零件绝对比现在那些整天滑手机的30岁年轻人还要好用。就在长青会成立后没几天，周志豪就在那个 LINE 群组里传了一个连结，是台北一场大型冬季半程马拉松的报名资讯。他用语音讯息兴奋地对大家说，兄弟们，我们的第一个挑战来了，他已经完成报名手续。他强调志在参加，重在证明长青会的实力，还问大家谁要跟他一起去跑。这举动把其他3个人都吓了一跳。李国富第一个打退堂鼓，直说20几公里的路程不是开玩笑的。吴明远也劝他说，大家讲的是活得精彩，不是去玩命。陈先生更是直接打电话过去劝阻，说大家这把年纪了，早上在社区公园散散步，打打太极拳就很好了。马拉松这种极限高压的运动根本不适合70岁的心脏。电话那头的周志豪听了非常不高兴，他反驳陈先生说，这就是认输的心态。他自认当体育老师的时候，每年都带着学生跑大队接力，自己的身体状况自己最清楚。他甚至坚信，就是要用这种高强度的极限运动，才能刺激全身细胞再生，把那些老化的废物细胞通通代谢掉。他还撂下狠话，要大家等着看他拿奖牌回来。从那天起，周志豪就开启了近乎走火入魔的魔鬼训练。他每天清晨5点准时起床，跑到河滨公园去练跑。他每天在群组里实况转播自己的进度，今天跑5公里，明天推进到8公里，后天挑战10公里。他传来的照片里穿着全套最专业最昂贵的紧身运动装备，脸上挂着汗水与极度骄傲的笑容。他还到处转发那些标题写着运动让你年轻20岁，高强度跑步让癌细胞都怕你的网络农场文章。他甚至反过来嘲笑陈先生每天早上打太极拳是老年人的迪斯科，是提前向死神投降。有一次，陈先生在晨练时刚好碰到跑完步的周志豪，发现他的脸色苍白得非常吓人，嘴唇发紫，一点血色都没有。陈先生关心地问他是不是太累了，劝他休息几天。周志豪却大手一挥，嘴硬地说这是高强度训练后正常的乳酸堆积现象，还说自己感觉就像回到了30岁的巅峰状态。但陈先生后来才知道，其实在那段时间，周志豪的心脏已经开始出现严重的警讯，经常感到胸闷与心绞痛。
可是他为了面子，谁都没有告诉，甚至连睡在身边的老伴都隐瞒了。他偷偷跑去药局买了舌下含片，每次去练跑前就偷偷含在嘴里，天真的以为这样就能控制住心脏的问题。就在马拉松比赛前1个星期，大会规定高龄参赛者必须去医院做健康检查。那天晚上，周志豪破天荒的没有在群组里发言，陈先生觉得有些反常，打电话过去关心。周志豪接起电话时，语气装得很轻松，说刚好睡着了，体检报告一切正常，还吹嘘医生夸他的心脏强壮的像头牛。很快的，比赛那天到来了。当天台北的天气非常好，气温微凉。陈先生他们3个老友都到了市政府广场的起跑点去帮他加油。周志豪穿着鲜艳的荧光色运动背心，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兴奋地对他们挥手，整个人意气风发。发令枪一响，他真的就像一支离弦的箭一样往前冲。前半段的赛程他跑得非常稳，甚至超越了许多业余组的年轻跑者。陈先生他们在场边看着也觉得很骄傲，李国富还酸溜溜地称赞这老家伙果然有2把刷子。然而无情的悲剧就在距离终点线不到2公里的地方发生了。陈先生他们正在终点区焦急的等待，突然听到赛道前方传来一阵巨大的骚动，紧接着是救护车刺耳的鸣笛声。陈先生心里猛地一沉，一种极度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他们死命挤进围观的人群，赫然看到医护人员正跪在柏油路上，拼命给一个倒在地上的跑者做心肺复苏术。那身鲜艳的荧光背心，陈先生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正是周志豪。他们一路跟着救护车狂奔到大医院的急诊室，手术室的红灯亮了整整1个多小时。最后主治医师满脸疲惫地走出来，对着他们无奈地摇了摇头。那一瞬间，陈先生感觉整个世界的声音都被抽空了。周志豪的老伴当场双腿一软，瘫倒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医师严肃地告诉他们，周志豪本身就有非常严重的心肌缺血以及冠状动脉堵塞的问题，这种血管状况根本绝对禁止参加任何剧烈运动。医师随后从周志豪换下来的衣物口袋里找出了一张被汗水浸透的体检报告，上面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盖着红章，写着强烈建议回诊追踪，严禁剧烈运动的警告字眼。周志豪把这张催命符偷偷藏了起来，他欺骗了所有的好兄弟，欺骗了结发多年的妻子，更致命的是，他欺骗了他自己。他根本不是倒在那条荣耀的马拉松终点线上，他是倒在了自己那股绝对不肯服老的顽固执念上。他用宝贵的生命给常青会上了最震撼的第一课，而这个代价实在是太过于惨痛了。这就引出了我要讲的第2件事，那就是跟时代潮流赌气，那绝对不是进取，而是在找死。周志豪的猝然离世，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狠狠砸在他们这个小圈子里，所有人都陷入了深深的沉默。那个原本每天讯息不断的 LINE 群组，连续好几个星期都没有人敢出声。陈先生以为老友的猝死已经足够敲响所有人的警钟，让大家彻底明白服老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承认自己体能衰退是一种保命的智慧。但他错了，他远远低估了假装年轻这个心魔在人心底的强大力量。第2个被这个心魔彻底吞噬的是那位退休的大老板李国富。李国富因为是做生意起家，一辈子信奉的信念就是爱拼才会赢。退休之后，他每天看着银行存折里那一长串的退休金数字，心里总是觉得极度空虚与不甘心。他觉得自己精明的商业头脑就这样跟着老去，荒废掉，简直是暴殄天物。周志豪的死非但没有让他产生警惕，反而让他在心里生出了一种更加扭曲、更加极端的时间焦虑。就在周志豪做完头七法会之后的一次聚会上，李国富多喝了几杯，红着眼睛对陈先生跟吴明远说，老周这件事说到底就是人算不如天算，这更证明了人的生命有多么脆弱，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李国富激动地说，
正因为如此，他们更要抓紧最后的时间，利用手上的资源去做点有价值的大事业，绝对不能像老周那样死得毫无价值。陈先生跟吴明远听了都愣住了，问他到底想做什么有价值的事。李国富立刻拿出最新款的智慧型手机，打开一个界面极度复杂、闪烁着红绿色曲线与跳动数字的应用程式。他得意洋洋地指着荧幕说，这叫做加密货币，叫做虚拟资产。他说现在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玩这个，一天赚到的利润比他们这些老骨头存一辈子定存还要多。李国富坚称这才是现在的时代潮流，他们这些老家伙绝对不能被网络时代抛弃，如果连这个都不懂，那就真的是老掉牙没有用了。当时李国富的眼神里闪烁着一种极度狂热、近乎赌徒般的光芒，他大声宣布要把自己户头里所有的退休金都投入这个市场，要在死之前再体验一次当市场大鳄。呼风唤雨的滋味，他要向全世界证明他70岁的脑袋反应绝对不输给那些20几岁的金融系高材生。陈先生跟吴明远听得心惊胆跳。陈先生立刻联想到每天晚上电视新闻里不断播报的那些投资诈骗、养老金血本无归的社会案件，他赶紧苦口婆心地劝李国富冷静一点。陈先生说，这种虚拟货币风险极大，一天涨跌几十个百分点，他们这把年纪根本看不懂背后的逻辑。退休金是老本，是未来生病时的保命钱，绝对不能拿去金融市场里开玩笑。吴明远也在旁边帮腔，说大家到了这个岁数，求的就是一个安稳。李国富手上的钱只要不乱花，舒舒服服过完下半辈子绝对没问题，何必还要去市场里跟年轻人厮杀冒险？可是李国富的灵魂已经被那股不服老的傲气给控制了，他根本一个字都听不进去。他反过来无情地嘲笑陈先生，他们说他们就是胆子小，就是思想僵化了。李国富满口都是富贵险中求的理论，批评陈先生他们只会死守着银行的微薄利息，迟早会被通货膨胀把老本吃得一干二净。从那次聚餐之后，李国富就彻底走火入魔了，他开始把陈先生他们硬拉进各种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LINE 群组，那些群组里面充斥着自称是华尔街回来的投资老师，每天都在发布所谓的内线消息。李国富每天在常青会的群组里不断转发那些宣称3天资金翻倍、1个月财富自由的暴富神话，仿佛那些美金都是天上掉下来的一样。李国富整个人都变了，他不再出门散步，每天24小时死盯着手机跟电脑荧幕，连正常的饭都吃不下。晚上也因为看美股和加密货币的盘势而严重失眠。有时候老朋友好不容易约出来吃顿饭，他也是筷子拿在手上，眼睛却盯着手机，嘴里不断念叨着做多、做空、开杠杆合约这些别人完全听不懂的专业术语。他的情绪已经完全被荧幕上那根跳动的 K 线给绑架了。行情大涨的时候，他就狂喜乱舞，立刻打电话要请大家去吃大饭店的自助餐。行情暴跌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唉声叹气，满嘴脏话。最可怕的是，他甚至试图把陈先生也拖下水。有一次，李国富神神秘秘地把陈先生约到角落，压低声音说他从某个高级群组拿到了一个绝对可靠的内线消息，某个新发行的虚拟货币马上就要被主力拉抬100倍。他极力怂恿陈先生把台北市精华地段的老房子拿去银行做抵押贷款，套一笔现金出来跟着他干一票大的。李国富拍着胸脯保证，看在几十年换铁兄弟的份上，才把这个发财机会分享出来。只要这一票做成功了，他们下半辈子就可以包邮轮去环游世界。陈先生看着李国富那双布满红血丝、闪烁着极度贪婪与疯狂光芒的眼睛，他突然觉得眼前的这个人好陌生。他仿佛看到了另一个周志豪，一个被心魔彻底控制、失去理智的赌徒。周志豪猝死在赛道上的悲惨画面还历历在目，陈先生只觉得后背一阵发凉，非常坚决地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这件事，这对交情几十年的老兄弟第一次撕破了脸。
李国富破口大骂陈先生是死脑筋，一辈子穷酸命。陈先生也毫不客气地回敬他，说他现在根本不是在投资，而是在豪赌。两人最后不欢而散。从那次大吵之后，李国富就很少再主动联络陈先生了。陈先生只能偶尔从群组里看到李国富贴出的交易截图，有时候炫耀赚了几十万，有时候又绝望地说亏了上百万。陈先生心里一直为这位老友捏着一把冷汗，却又无能为力。没想到压垮李国富的最后一根稻草来得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快，而且猛烈无比。那是一个周末的深夜，陈先生在睡梦中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电话那头传来李国富老伴充满绝望与凄厉哭腔的声音，他哭喊着说李国富出大事了。原来李国富已经完全不满足于现货市场的买卖，他听信了那些网络诈骗老师的蛊惑，开了极高倍数的财务杠杆，玩起了风险极高的期货合约。结果就在那个星期五的晚上，国际金融市场发生剧烈波动，一根俗称天地针的暴跌行情瞬间贯穿了系统。李国富因为保证金不足，他的仓位在短短几秒钟之内遭到系统强制断头平仓，他辛辛苦苦大半辈子累积下来的几千万退休金就在那一个晚上瞬间灰飞烟灭，归零了。当李国富的老伴半夜起床上厕所，发现书房的灯还亮着，推开门一看，惊恐地发现李国富已经整个人从椅子上滑落在地上，半边身体完全僵硬，口眼歪斜，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这是极度强烈的情绪刺激所引发的急性脑中风。陈先生连夜赶到医院的神经内科加护病房，当他隔着玻璃看着那个曾经在商场上意气风发，总是喜欢指点江山的李国富，如今却像一滩毫无尊严的烂泥一样瘫软在病床上。他的鼻腔插着又粗又长的鼻胃管，下半身插着导尿管，靠着机器的滴答声维持生命。李国富看到陈先生走进来，情绪突然变得非常激动，喉咙里发出啊啊的悲鸣声，眼泪完全不受控制地顺着眼角狂流而下。最让陈先生感到无比心酸的是，李国富那只稍微还能动的右手竟然还死死地攥着那只昂贵的智慧型手机。他拼了老命想要用大拇指划开荧幕，想要再看一眼他的账户余额，可是他受损的神经让他的手指完全不听使唤，只能在荧幕上无力的摩擦。李国富的老伴在走廊上哭着告诉陈先生，李国富不仅赔光了家里所有的现金存款，甚至还偷偷向地下钱庄借了一大笔高利贷。现在每个月高昂的长照中心费用、外籍看护的薪水，加上庞大的债务，他们那栋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肯定是保不住了，必须立刻认赔贱卖来还债。陈先生看着病床上的老友，心如刀割。李国富也不是被自然老化的病痛打倒的，他是死在了自己那股绝对不甘心被时代淘汰的狂妄傲气上。他天真的以为自己还能像年轻时那样追赶上最新的金融潮流，以为自己能战胜华尔街的资本演算法，但其实他只不过是一只迷失在网络丛林里的肥羊，被这个冷酷时代的金融巨浪狠狠地拍死在沙滩上，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这在我们长照机构里是非常典型的悲剧，很多长辈因为不甘寂寞去碰高风险投资，最后中风倒下，留下庞大的债务给子女，整个家庭的经济瞬间崩溃。接下来我们要谈谈第三件事，这也是传统亚洲家庭最常发生的悲剧，那就是跟已经成年的儿女拔河。那绝对不是在维护父母的权威，而是一种最可怕的自私。周志豪猝死了，李国富瘫痪破产了。当初那个气势如虹、被寄予厚望的常青会，转眼间就只剩下陈先生跟吴明远两个人。按照常理来说，接连亲眼目睹两个生死交关的好兄弟落得如此凄凉的下场，这份震撼力应该足以让任何一个铁石心肠的人都幡然醒悟，认清现实了。可是
命运的剧本往往比我们人类想象的还要荒谬与残酷。吴明远这位他们4个人当中学历最高、社会地位最受人敬重、平时最喜欢讲人生大道理的退休教务主任，竟然成了第3个倒下的牺牲品。他没有像周志豪那样倒在极限运动的跑道上，也没有像李国富那样倒在虚拟货币的报价荧幕前，他竟然是倒在自己花了一辈子心血建立、最引以为傲的传统家庭堡垒之中。2位挚友的接连出事，对吴明远的心理造成了极度巨大的刺激与恐慌。这位曾经高喊着要活出精彩的常青会发起人，突然之间得出了一个极端保守的结论。他认为外面的社会实在太危险了，充满了各种不可预测的致命风险，不管是对身体健康的摧残，还是对金钱财富的掠夺，外面都像吃人的野兽。吴明远深信，晚年想要过得安稳、有尊严，唯一能够依靠的防线就只有自己的亲生骨肉，只有这个家。这种养儿防老的观念，在我们台湾的老一辈心中是非常根深蒂固的，本来也没有什么大错。但吴明远最大的错误在于，他把这种对家庭的依靠扭曲成了一种对子女生活绝对的、令人窒息的控制权。吴明远当了一辈子的学校高阶主管，习惯了发号施令，有着极端强烈的控制欲望与传统大男人主义的家长作风。他始终坚信自己累积了70年的人生经验与社会智慧，绝对是儿女们在人生道路上唯一正确的导航系统。在看到外面的世界如此危险之后，吴明远悄悄地把假装年轻、证明自己价值的战场从外部社会转移到了自己的家庭内部。他不再去追求自己体能的突破或是财富的增值，而是开始疯狂地追求对儿子与媳妇生活的绝对话语权。他急需透过干涉年轻人的生活来证明自己在这个家里依然是那个说一不二的权力核心，证明自己依然是一个有影响力、被需要、年轻且有用的人。吴明远的儿子在台北市的一个政府机关里担任基层公务员，工作朝9晚5，薪水虽然不算发大财，但生活过得安逸稳定。然而在吴明远这个曾经的教育界强人眼里，儿子这种平庸的生活态度简直就是没有出息。他开始天天施加压力，逼迫已经快要40岁的儿子辞去公务员的铁饭碗，去补习班报名准备考律师执照。吴明远的理由非常传统，他认为在台湾的社会里，只有当上律师、医师这种师字辈的专业人士，才拥有真正的社会地位，才能赚大钱，光宗耀祖。他完全无视儿子本来就是个内向木讷、根本不擅长法庭辩论与人际交际的性格，更毫不体谅儿子目前还要扛着沉重的台北房贷以及养育幼小孩子的巨大经济压力。不仅如此，吴明远的干涉之手还伸向了媳妇。他的媳妇在一家知名的外商公司上班，接受过现代的西方教育，在教养孩子方面比较讲究启发式教育，注重孩子的快乐成长与独立思考能力。这种在现代社会很普遍的教养观念，看在吴明远这个传统教育工作者眼里，简直就是离经叛道的放纵与溺爱。吴明远开始每天一到下班时间，就毫不客气地拿着备用钥匙，直接开门冲进儿子的公寓里。他像个舍监一样，死死盯着刚上小学的孙子写作业，一页一页地检查孙子的国语习作与数学考卷，甚至还亲自买了一堆测验卷来给孙子考试。只要孙子有一道数学题算错了，或者字写得不够端正，吴明远就能当着孙子的面把刚下班疲惫不堪的媳妇严厉数落整整半个小时。他指责媳妇根本不懂得怎么当一个合格的母亲，说再这样教下去，这孩子的前途就全毁了。刚开始的时候，儿子跟媳妇念在吴明远年纪大了，又是长辈，出发点也是为了孙子好，都咬着牙把这些委屈吞进肚子里，尽量顺从他。但是退让并没有换来和平，反而让吴明远的干涉变本加厉。他的控制欲从儿子的职业规划、孙子的教育方式，迅速蔓延到这个小家庭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微角落。
小到今天晚上的餐桌上应该煮糙米饭还是白面条，孙子应该穿哪件外套出门，大到他们夫妻俩过年要不要回娘家，甚至是不是应该把现在这间公寓卖掉换到学区房，吴明远通通都要强力插手。只要年轻人不顺着他的意思，他就会搬出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这套长篇大论来情绪勒索。那段时间，儿子家里的气氛变得极度高压且令人窒息，媳妇甚至因为长期的精神压力而开始出现掉发与失眠的症状。这场家庭风暴终于在一个周末的家族聚餐上彻底引爆了。那天晚上，吴明远喝了点酒，又开始在饭桌上当着所有亲戚的面大声教训儿子不求上进，说他如果再这样浑浑噩噩下去，这辈子就只有这点微末的成就。这一次，一直性格温和总是逆来顺受的儿子，似乎是把这几十年累积的压抑与痛苦忍到了极限。儿子重重地放下手中的碗筷，眼眶通红，全身发抖地对着吴明远说：爸，算我求求您了，您能别再管我的人生了吗？我今年已经快40岁了，我有我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我只想要一家人平平静静地过点安稳日子，难道这也有错吗？您那套几十年前的成功学根本不懂我们现在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在台北生存有多么困难，不懂我们每天睁开眼就要面对的巨大压力。儿子这番带着血泪的真心话并没有唤醒吴明远的同理心，反而像是一根淬了毒的钢针，狠狠地刺中了吴明远最脆弱、最害怕失去权威的痛处。吴明远瞬间勃然大怒，他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指着儿子的鼻子破口大骂，说我不懂，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还要长，如果没有我当年拼死拼活赚钱供你读书，能有你今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吗？你现在翅膀硬了，娶了老婆了，就觉得老子说的话都是放屁了，是不是？那场爆发的激烈争吵，把这对父子之间最后一点温情与顾忌全都吵得灰飞烟灭。从那天起，吴明远愤而离开了儿子的家。而几天之后，当吴明远气消了，想假装没事再去儿子家巡视时，他拿钥匙开门，迎接他的却是空荡荡的客厅。儿子带着妻子和孙子一声不响地连夜搬走了，他们宁可去新北市租一间小房子，也不愿再承受这种窒息的父爱。吴明远慌了，他疯狂地打电话，儿子的手机永远转接语音信箱，他传了无数条赖的讯息，全部都是已读不回。这位曾经呼风唤雨的吴主任，彻底成了一个被家人放逐的孤家寡人。从那一天起，吴明远就像是一个被拔掉气门芯的皮球，整个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垮了下去。他不再是那个出门总是把皮鞋擦得雪亮、西装笔挺、逢人就喜欢好为人师的吴主任了。他整天把自己关在昏暗的客厅里，对着墙上孙子的照片发呆，默默流泪。有时候邻居在社区中庭倒垃圾碰到他，发现他不仅衣服穿得邋遢，嘴里还总是神经质的念念有词，眼神完全是涣散无光的。陈先生看不过心去，曾多次登门劝他去医院看个身心科，或者拉下老脸主动打电话给儿子道个歉。但吴明远死要面子，总是固执地大喊自己没有病，错的是这个不懂感恩的社会和忤逆的儿子。但我们在长照体系看得很清楚，他这不是生理上的疾病，他是得了无药可医的心病。他用一辈子的威权与固执，为自己精心筑起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城堡，结果到头来，这座城堡却成了一座牢笼，把他自己活生生地变成了一个不见天日的囚犯。吴明远最后的结局是台湾近年来高龄社会中最悲惨却也越来越常见的现象，我们称之为孤独死，是由社区的里长跟邻居发现不对劲的。邻居闻到吴明远家门口飘出一阵阵奇怪的异味，加上连续好几天没看到他出门买菜，按门铃也没人回应，这才惊觉事态严重。当辖区警察找来开锁师傅把大门撬开的时候，一股令人作呕的浓烈腐臭味扑面而来。吴明远已经在自己那个曾经充满威权的客厅里孤独地死去至少3天了。
后来法医开出的死亡证明上写着急性心肌梗塞。但最让在场所有人心酸的是，当殡葬人员准备移动遗体时，发现吴明远僵硬的手里还紧紧地攥着一张孙子幼稚园毕业时的合照。照片里的孙子笑得天真烂漫。吴明远这位曾经气宇轩昂，誓言要带领长青会活出第二个35岁的会长，最终却以这种最凄凉、最无人闻问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不是被心脏病打败的，他是被自己那份沉重到令人无法呼吸的父爱，以及无处安放的过期权威给活活压垮的。他太想用力抓住家人的控制权，结果却把最爱的人推向了永远无法挽回的远方。这给我们所有为人父母的台湾长辈敲响了一记沉重的警钟，学会得体地退出儿女的生活，才是晚年最高级的智慧。现在我们要讲到最后一件事，也是最隐秘、最容易让人失去理智的一件事，那就是跟内心的孤独死磕，企图用虚假的热闹来填补空虚。那绝对不是在寻找幸福，而是在彻底迷失自我。短短1年之内，亲眼见证3个换铁兄弟，一个猝死在街头，一个中风瘫痪倾家荡产，一个在恶臭中孤独惨死。这连串的沉重打击，对唯一幸存的陈先生来说是毁灭性的心理创伤。陈先生告诉我，那段时间他整个人陷入了一种极度巨大的悲痛与深不见底的恐惧之中。他每天晚上都不敢关灯睡觉，他害怕，他怕自己就是死神的下一个目标。他怕自己像周志豪一样，在追求虚幻的年轻体能中突然倒下，他怕自己像李国富一样，在贪婪的欲望中赔光老本，最后插着管子苟延残喘。他更怕自己像吴明远一样，在死寂的公寓里发臭了才被人发现。孤独就像一只冰冷而无形的鬼手，紧紧地掐住了陈先生的喉咙，让他喘不过气来。而就在他心理防线最脆弱、最渴望有人陪伴的时候，他遇到了生命中的那个结束。对方是一位姓张的女士，是陈先生居住社区里排舞队的队长，年纪整整比陈先生小了将近20岁。张女士因为早年婚姻不幸福，目前一直维持单身状态。她性格热情大方，谈吐幽默，身上散发着成熟女人的魅力与活力。这跟陈先生这个每天沉浸在丧友之痛、死气沉沉的退休老头子完全处在2个不同的世界。但偏偏就是这位张女士开始主动走进陈先生的生活，她会刻意在社区中庭制造巧遇，主动约陈先生去附近的连锁咖啡馆喝下午茶。他总是展现出极大的耐心，用温柔的眼神注视着陈先生，静静地听他反复诉说那3个不幸兄弟的悲惨故事，并适时地递上面纸与安慰的话语。对于当时处于极度心理创伤的陈先生来说，张女士的出现就像是一道温暖的阳光，硬生生地劈开了他心底那座阴暗发霉的地下室。陈先生开始疯狂地贪恋起那份久违的女性温柔，以及那种被一个年轻女性仰慕关注的虚荣感。他天真地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对抗晚年孤独的超级解药，于是陈先生心底那个名叫假装年轻的魔鬼又一次悄悄地探出了头。这就是陈先生差点掉进去的第4个致命陷阱，企图用一段不切实际的黄昏恋，甚至可以说是金钱交易般的感情来填补内心对死亡与衰老的巨大恐惧。为了配合张女士的步伐，陈先生开始不自觉地全盘否定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张女士喜欢在完美咖啡厅喝昂贵的手冲咖啡，陈先生就毅然决然地把家里那套泡了几十年的老人茶具收进柜子里，捏着鼻子去学着品尝什么叫做伊索比亚的耶加雪菲。张女士喜欢听西洋古典交响乐，陈先生就花大钱买国家音乐厅的 VIP 门票，穿着不合身的老西装坐在台下打瞌睡，还要装出一副非常陶醉、完全听得懂的高雅模样。有一次约会，张女士无意间娇嗔了一句：
嫌陈先生的旧手机拍照画质太差，把他拍得不够漂亮。陈先生隔天二话不说，立刻跑去通讯行刷卡买了最顶规，要价将近4万块新台币的最新款旗舰手机。为了让自己看起来跟张女士更登对，陈先生开始疯狂注重外表。他瞒着家人，偷偷拿老伴生前留下来的染发剂，把满头的白发染成乌黑。他甚至开始频繁地出入百货公司的专柜，用自己的退休金买昂贵的名牌丝巾、高级进口口红，甚至是名牌包包来讨好张女士。陈先生算过，他每个月花在张女士身上的交际费与礼物钱，几乎吃掉了他一大半的退休金。陈先生性格上的剧烈转变以及异常的资金流向，很快就引起了孩子们的警觉。儿女们开始在周末回家吃饭时，旁敲侧击地提醒父亲。儿子委婉地问：爸，您最近信用卡的账单好像有点高啊，是不是遇到什么诈骗了？女儿也忧心忡忡地问：爸，那个排舞队的张阿姨，背景我们都不清楚，听社区里的人说她风评不太好，您要不要多观察一下？这些本来是出于关心的肺腑之言，听在当时已经被爱情冲昏头的陈先生耳里，却觉得无比刺耳。他认为这是儿女们贪图他的遗产，在恶意干涉他追求晚年幸福与情感自由的权利。有一次，陈先生甚至为了张女士，当面跟儿子大发雷霆。他拍着桌子怒吼：我辛辛苦苦赚了一辈子的钱，我现在爱怎么花就怎么花，轮不到你们来管我。我都这把年纪了，交个红颜知己，难道还要经过你们年轻人批准吗？陈先生说，如果不是后来在医院里看到的那极度震撼的一幕，他可能真的就成了常青会里的第4个笑话。被榨干养老金后惨遭抛弃，那天下午，陈先生按照惯例提着水果去长照中心探望中风瘫痪的李国富。他刚走到病房门口，透过玻璃窗就看到了让他瞬间灵魂出窍的画面。李国富的老伴正端着一碗用果汁机打成泥状的流质食物，用小汤匙一口一口地喂着李国富。因为神经受损，李国富的嘴巴根本合不拢，灰褐色的食物泥不断地顺着他的嘴角流下来，滴得满胸口的围兜都是，画面其实非常不堪。但是李国富的老伴没有丝毫的嫌弃，她拿着温热的毛巾，一点一点极其轻柔地帮丈夫擦拭干净，一边擦，她的眼泪还一边往下掉，嘴里却用哄小孩般温柔的语气轻声说着：老李啊，乖，咱们再吃一口，就一口好不好？不吃饭，明天复健会没有力气的。那一瞬间，陈先生感觉自己被一道天雷给狠狠劈中了。他仿佛被钉在病房门口，连呼吸都停滞了。他在眼前这个狼狈不堪的画面里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世间最真实的爱情，看到了相濡以沫的家庭责任，看到了夫妻之间几十年岁月沉淀下来，那种绝对不离不弃的深厚恩情。陈先生在心里猛烈地反问自己：那我现在到底在做什么？我每天请客送礼，追求的又究竟是什么虚幻的东西？如果今天中风瘫痪，大小便失禁躺在这张病床上的人是我陈振和，那位每天陪我喝高价咖啡、听交响乐的张女士，她会愿意像这样端着屎尿为我擦拭嘴角的呕吐物吗？她每天对我嘘寒问暖，图的究竟是我这个满身老人味的老头子这个人，还是图我口袋里那每个月按时入账的公务员退休金，以及我为了面子硬撑出来的大方与讨好？陈先生失魂落魄地转身离开病房，他步履蹒跚地走在医院长长的走廊上，突然迎面撞上了一个抱着一叠文件的年轻人。陈先生定睛一看，竟然是吴明远的儿子。距离上次见面不过短短几个月，吴明远的儿子却憔悴得让人差点认不出来。他的两鬓白了一大片，眼窝深陷，整个人像是瞬间苍老了10岁。陈先生惊讶地问他来医院做什么。年轻人举起手中厚厚的牛皮纸袋，声音沙哑且空洞地回答：陈伯伯，我来医院的行政处，帮我爸开立正式的死亡证明书，还要办理后续大体移出的手续。
那一刻，所有的画面就像快转的电影底片一样，在陈先生的脑海中疯狂闪烁。周志豪死在马拉松赛道上那张苍白扭曲的脸，李国富躺在病床上那双充满绝望与无助的眼神，吴明远那个充满腐臭味死寂的空荡公寓，还有眼前这个因为父亲孤独死而自责到一夜白头的年轻人。陈先生感到一阵强烈的晕眩，他靠在医院冰冷的墙壁上大口喘气。他终于明白自己这段时间以来的所作所为有多么荒唐。他最害怕的就是孤独，害怕像吴明远一样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默默死去。可是他现在的行为，为了讨好一个外人而跟自己的亲生骨肉决裂，不正在一步一步地亲手摧毁自己的家庭，主动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孤岛吗？他以为自己在张女士身上找到了晚年的情感慰藉，其实他只是在饮鸩止渴。他用真金白银去换取片刻的虚假热闹，这跟李国富用几千万养老金去追逐荧幕上虚幻的报复代码，跟周志豪用自己的老命去换取一块不值钱的马拉松完赛奖牌，在本质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他们这4个老兄弟全都是在用自己生命中最宝贵仅存的东西去贴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名为年轻的虚幻美梦。一股刺骨的寒意从陈先生的脚底瞬间窜到了天灵盖，他终于彻底的清醒了。陈先生告诉我，他那天回到家后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拿起那只昂贵的新手机，在通讯软体里找到了张女士的账号，果断地按下了封锁与删除。然后他走到书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泛黄的稿纸，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他那3个兄弟的名字，以及他们做过的荒唐事。周志豪与天斗挑战体能极限，最后猝死。李国富与钱斗幻想一夜暴富，最后破产瘫痪。吴明远与子女斗强求虚荣的权威，最后孤独惨死。最后陈先生在纸的右下角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陈正和与心魔斗沉迷虚幻的情感，险些身败名裂。写完这张纸，陈先生已经老泪纵横，这才有了清明节那天他独自带着高粱酒去陵园的画面。他将那第4杯酒缓缓洒在自己面前的土地上，那是为了与过去那个愚蠢不服老的自己做一个最彻底的了断。他对着墓碑轻声说：兄弟们，谢谢你们用命把我砸醒了，你们安息吧。从那天起，陈先生亲手解散了那个充满魔咒的常青会群组。他不再去想着要怎么变年轻，而是开始学习如何与一天天变老的自己和平共处。他不再去昂贵的咖啡馆装高雅，而是重新用紫砂壶泡起了他最爱的老茶，享受茶叶回甘的真实滋味。他把那只荧幕刺眼的新手机送给了念大学的孙子，换回了字体巨大、声音洪亮的老人机。他去社区大学报名了书法班，跟一群真正愿意承认自己老了的同龄人，在安静的墨香中寻找内心的宁静。最重要的是，他开始主动打电话给儿子。他不再用命令的语气去指导年轻人的生活，他只是简单的问问儿子下班吃饱了没，听听孙子在电话那头充满朝气的喊一声爷爷。周末的时候，他会提着一袋水果去儿子家。他不谈人生大道理，也不干涉媳妇的家事，他只是静静地陪孙子下下象棋，或者帮媳妇挑挑地瓜叶。陈先生发现，当他彻底放下身段，不再用力去证明自己有多厉害、多有权威的时候，他反而得到了孩子们发自内心的亲近，得到了久违的最真实的温暖与尊重。各位观众朋友，听完了陈先生与他3位兄弟的故事，身为一个在长照界服务了30年的老兵，我想做个沉痛的总结。我们频道不仅有许多台湾本地的长辈在看，其实这几年我也发现很多韩国等其他亚洲地区的高龄朋友也面临着完全一样的社会压力与心理困境。人到了70岁，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生命分水岭。
真正需要我们去做的，绝对不是用尽各种荒谬的方式去向世界证明自己还没老，而是要有一种看透生命本质的清醒，去认识到有哪些事情是这个年纪绝对碰不得的红线。第一点，请绝对不要再跟自己的身体较劲，承认器官的衰老，善待关节的劳损，这绝对不是认输，而是生命的智慧与和解。长照中心里有太多因为逞一时之勇，最后落得终身坐轮椅插管的长辈，逞强换来的往往是拖累全家人的无尽悔恨。第二点，请不要再跟不属于你的时代潮流赌气，这个世界的聚光灯永远是打在年轻人身上的。承认自己对网络科技的不懂，承认自己的投资观念已经落伍，这一点都不丢人。死死守住你银行里的养老本，守住你安全平稳的生活节奏，那不是保守退缩，那是最高级的防御智慧。第三点，请停止跟已经成年的儿女进行权力的拔河。你在几十年前累积的经验或许曾经宝贵，但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他们的人生道路终究必须由他们自己去走，去跌倒。学会优雅而得体地退出年轻人的生活圈，把高高在上的掌控欲转化为默默的守望，把令人生畏的权威变成温和的慈爱。你会惊讶地发现，当你松开手，亲情反而会靠得更近。第四点，也是我认为最核心的一点，千万不要再跟内心的孤独感死磕到底。人到晚年，朋友凋零，儿女离巢，孤独是再正常不过的生命常态。请绝对不要为了驱赶这种孤独感，就慌不择路地去抓住任何一根看似能够拯救你的稻草，不管是来路不明的黄昏恋，还是别有用心的诈骗集团。真正的生命充实只能来源于你内心真正的平静，来源于与家人之间不带压力的温暖相处，来源于每天做一些力所能及让自己真正感到安心快乐的小事，而不是向外去祈求那些虚幻的热闹与虚伪的掌声。70岁应该是人生中最通透、最没有包袱的年华。晚年最好的活法绝对不是回过头去拼了老命的追赶那些早就不属于你的青春幻影，而是脚踏实地，坦然地向前走，终于能够面带微笑，与那个满头白发、步履蹒跚的真实自己轻轻地握手言和。好了，这就是今天要分享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觉得今天这期节目的内容对您以及您身边的亲人朋友有一点点的启发与帮助，请您不要吝啬，帮我按个赞，并且把这支影片分享到您的亲友群组里，传给那些可能正在面临困境、需要这份提醒和力量的人。同时也别忘了订阅我们健康大实话的频道，并且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一来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更多精彩内容了。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耐心聆听与大力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祝各位都能拥有平静、健康、真实的晚年生活。